什么？醒来变成鬼子军官？那你难道我去打八路军？你就说我功绩咋样吧？什么？你问我物资哪去了？当然是都给八路头部正常损耗了呀。太君，皇军下达命令了。八个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等有机会第一个杀你这大汉奸！没错，我就是传说中的穿越者，只不过穿歪了成了鬼子而已。好在我穿越到了不喜欢打仗而喜欢做生意的大本番。一个曲线救国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中。报告，物资都准备好了。八嘎，带这些东西干什么？那带什么？这才像话！出发！哎。都给我出来，不然死啦的！这怎么能彰显我们的功绩？把你们手里的步枪给他们！好，都躺在地上。很快，一组皇军英勇奋战、歼敌无数的照片便新鲜出炉。给每人分50斤大米，10个牛肉罐头。那些村民都懵了，从来都是鬼子抢他们，甚至连咸菜都抢。如果敢私藏大米，更是死罪。现在鬼子居然会给他们东西，还是珍贵的大米，甚至是牛肉罐头。东野大尉，私自倒卖军用物资是犯法的。拿200斤大米，20个牛肉罐头，找村民给我换点猎物过来。让大家加餐，把这些野味都做了。此话一出，众士兵激动地感激涕零。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，对上等人来说，普通的士兵和草芥没什么区别。魏武让他们加餐，对他们来说就是恩赐，好感大幅提升。你刚刚好像说我犯法来着？没有，用物资换取金钱才能叫倒卖，而他们都没给钱。那短缺的物资……我们英勇的皇军碰到了狡猾的抗联，经过激烈的奋战，终于将其消灭。消耗些物资算什么？这上面能拼吗？后勤连队的村上连队长是我姐夫。游戏。王家村的村民都看懵了，他们从没见过这种鬼子，不偷不抢不杀人，还拿好东西和他们换，上来拍几张照片，吃顿饭就走，简直就是奇葩。中树，这群日本人到底啥路数啊？不知道，不过他们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让大家警醒着点，把1万粮食给同志们送过去。姐夫，你看看这些能让我升官吗？这些都是你干的，升官不行，但能记上一笔功绩。但这事还是少做，你要有个什么闪失，美代子不会放过我的。放心，我有数。拿日本国库的东西换功绩，我肯定有数啊。对了，这账单帮忙报一下。你确定这是去打仗呢？嗨，手下做事不行，还得请姐夫帮忙润色一下。这其实是他特意看看姐夫的态度，如果是自己人，就带着一起发财；如果不是，这样就合理多了。谢谢姐夫。他已经知道了村上一郎的态度，既然也是一个蛀虫，不亲戚，那怎么也要帮他一把。现在他只能操作一个大队的物资，但等姐夫爬到旅团长的位置呢，师团长的位置呢，
甚至战区司令的位置呢。听说今晚四国饭店有一个招待晚会，朝日新闻的记者也会来，那么正好可以帮我吹嘘功绩，嘿嘿。经过一番彻夜畅谈，心恒环奈愉快地答应了魏武，宣扬功绩。大队长，野田连队长让您去一趟。上次找我，东野大尉，有人举报你玩忽职守。昨天抗联偷袭贾家庄，打死数只保安团士兵，在他的防区出现抗联，绝对是他玩忽职守。这可是朝日新闻记者心恒环奈小姐亲自认定的战功，还是说野田连队长更信任这条狗？贾正宇瞬间脸色通红，他投靠了日本人，所以最忌讳被人说是狗，这是他的逆鳞，谁敢这么说，他就杀谁。爷爷，不服！野田连队长，你看，此时野田心中早已翻江倒海，因为他知道心恒环奈的背景。但贾正义答应事成之后，将他的女儿献上，这东野大尉，不如这样，你跟着贾桑带着人去看看，如果发现抗联，就地剿灭，怎么样？可以，贾团长，我们走吧。我需要召集一下人手。不用，有帝国精锐的士兵就够了。太君，贾桑，去吧，帝国的士兵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他现在只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，好处想拿，责任也不想担。殊不知这一别，检查尸体，挨个补刀，不留活口。轰都密斯密马赛，让你们受惊了。放心，我绝不会让帝国百姓受到不法分子的欺压。旁边的杨广业都懵了。没错，昨天就是他带人袭击贾家庄的。刚刚他被认出来时，还以为要牺牲，可是没想到峰回路转，竟居然都被鬼子干掉了。而此时，他这个抗联大队长却被一群鬼子安抚，跟做梦一样。报告大队长，所有保安团人员已全部击毙。八嘎！什么被击毙？他们明明是在贾团长的带领下英勇杀敌，最终为帝国捐躯。我们要为帝国的勇士申请奖金。人都死了，不要点慰问金和丧葬费啥的，就太浪费了。至于落入谁的手里嘛，嘿嘿嘿。王村长，这次还是要麻烦你了。啥意思？乡亲们都过来帮帮忙，和上次一样，把脸涂黑点，别被看出来。众多村民们熟练地接过武器，躺在地上。魏武则拿出相机，在杨广业的注视下拍摄了一组战绩照片。之后，魏武给了每人200斤大米15个罐头。在一旁的杨广业整个人都懵了，这还是他印象中的鬼子吗？不抢东西还倒贴。王村长，你们平时依靠什么打猎？就是这个。钟叔让人拿来一把汉阳造，航线都磨平了，和烧火棍差不多。这怎么行？这武器怎么打猎？我疼！嗨，这是20把38式步枪，2000发子弹，2门掷弹筒，75发炮弹。他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些是用来打猎的东西吗？用掷弹筒打猎，这像话吗？杨广业在一旁呼吸都急促了，恨不得立刻把这些东西揽到怀里。他们的情况十分糟糕，2个人共一把枪，其他的更是想都别想。步枪30大洋一把，子弹30个大洋一箱，掷弹筒15根小黄鱼一门，炮弹50个大洋一箱，童叟无欺，价格公道。喂，太君，您这是倒卖军火？什么叫倒卖军火？我这是和帝国的平民进行可控的物资调配。太君，我们买不起啊。山下的贾家庄最多2炮就能轰开大门，我可以先把武器赊给你们。这意思不就是让我们抢汉奸的钱，然后从鬼子这买武器吗？还有这好事？这是我干了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
吃饱喝足后，魏武带队返回城内，先去照相馆将照片洗了2份，一份邮给心恒还奈，一份则由他亲自带着来到了顶头上司野田浩二的连队部。连队长，向您报告一个悲痛的消息，我们遇到抗日分子的无耻偷袭，贾团长率领部下英勇战斗，最终不幸身亡，这是他的配枪。什么？贾正以为帝国玉碎了？看来无法得到他许诺的好处了。杀掉贾桑的抗联已被击毙，这是战绩照片。消息，我会向军部为你报功的。大队长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打开库房，每个人双倍加餐，等到晚上出发。反正是用军部的钱来涨自己的声望，不做白不做。什么人？自己人。东西到手了吗？不错不错，接下来咱们拍几张合影吧。哈哈哈，好说。拍了一卷照片之后，杨广业招呼着众人回到了东平山之中，而魏武则带着众人回到了军区。诸君，这些都是依赖各位赚到的，以后每赚一笔就会按照职位定期进行分红。现在开始发钱。此时的日本军人薪水极其之低，普通2等兵才6日元每月，哪怕当上基层军官也不过20元。为了拿到更多的钱，军官便放纵士兵抢劫，这就是日本兵十分凶残的原因之一。不就是没钱吗？简单，军部有的是钱，我只要把军部的钱装进大家的口袋里，谁还会拼命？东野大队长，我每月有1挺重机枪故障配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？八嘎，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？从明天开始，一定要端正作风，进行高强度训练。大队长，明明刚才还和大家一起分钱，怎么忽然变了一副嘴脸？你想想，高强度训练，武器故障频发，是不是理所当然？子弹消耗、伙食消耗，是不是消耗的也更快？脑子要灵活一点。经过提点，他瞬间感觉醍醐灌顶。这些虽都是日常之中的小细节，但如果都做文章，并且操作得当的话，同样也是巨大的利益。好好干，这笔收益你们中队拿大头，我就收渠道费。看到吉田一夫获得好处，其他几个中队长也都各怀心思。他们没有重机枪，但是有轻机枪、掷弹筒、有榴弹啊！只要肯动脑筋，完全可以多上报出大量物资。给我调一个中队，我要去东平山巡视。就在之前，魏武收到了心恒还奈的密电。陆军大本营在知晓了魏武的功绩后，决定派出调查组亲自帮魏武授勋，顺便考察东北驻军的情况。为了自己的生意，他绝不能让这个调查组安全到达。受伤了，还能不能赚钱了？还能去哪赚钱？哦，有路子。最近有一批高级军官要来，嗨，你懂的。想把我们当枪用啊？200条枪，外加4个掷弹筒，2门92步兵炮和40个炸药包。这买卖我们做了。最近县武器仓库是谁在值守？是泽田连队和保安团的人。
买通守卫，存放大量装满炸药的箱子，外面贴上枪支子弹的字样。大队长，您是呀？佐藤，你在军中8年了吧？可你却仍停留在幕僚长的位置上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泽田茂这些尸位素餐的家伙占据了位置，才让我们这些有才干的人无法继续进步。所以只要扳倒泽田茂，连队长高升，我就能顺势进步成连队长。到时候我大队长的位置就是你的。听到魏武的话，佐藤贤二激动了。他混了8年，也才是一个参谋。参谋才多少钱？月薪才94。他在前线日子，而妻子却还要打零工补贴家用。而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，却可以心安理得地拿着高薪，这公平吗？这不公平！一定要将那些家伙掀翻下去。我明白了，泽田连队那边我有熟人，很容易。我签，我这就签。不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走，我们去找东乡将军。呵，东乡将军，我查到了一些情况。既然敢如此贪慕帝国财产，立刻把藤井抓起来。是。什么人？我替东乡将军办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我会亲自跟东乡将军解释清楚的。不用这么麻烦。藤井这家伙居然畏罪自杀了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让人看着现场，剩下的人跟我去见东乡将军。东乡将军卑职无能，藤井已畏罪自杀，这是他留下的血书。东乡隆盛打开血书一看，气得手都发抖了。被视为精锐的关东军居然糜烂到如此程度，甚至连师团长都公然倒卖物资，这样的队伍拉到战场上会是什么后果？东乡隆盛都不敢想。幸亏还有东野武这样忠于帝国的青年干才，扶大厦于将倾，不然整个大阪师团都烂完了。给我一部电台，我要亲自和大本营联络。大本营对于这个情报也相当震惊，经过研究，最终决定让泽田茂回来述职接受调查，派一名新的将军去接管第4师团。至于在这件事中居功至伟的东野武，军衔提升为少佐。恭喜你，东野，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中流砥柱，希望你能继续将案件一查到底，不放跑一个漏网之鱼。东乡将军放心，我一定会将那些蛀虫全都挖出来的。嘿嘿嘿，现在谁是蛀虫，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很快，魏武接手了第9联队的整整3800人，但看到连队上下全都垂头丧气，他立马挥了挥手。来来来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见面礼，每人1瓶酒，2根香肠。新来的连队长居然发东西，所有人内心巨震。上一个连队长任职5、6年，毛都没发过一根，两相对比，高低立判。魏武在众人心中的声望蹭蹭的上涨。听说了吗？藤井连队长是因为贩卖军火的事败露才畏罪自杀的。哼，他赚了那么多钱，也不给我们分点，这就是吃独食的下场。都给我闭嘴！这些人肯定是藤井的死忠，得找个机会处理掉才行。很快，魏武心中生出一个主意，既可以清理这些人，又能掌控连队，甚至还能得到上面的赏识，一举3得。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，为了美好的明天，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，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。第2天，泽田茂带着近本踏上列车，看着窗外渐渐后退的景象，他心中百感交集。
他承认自己确实手脚不干净，但还没胆大到去倒卖军械。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口黑锅是怎么按到他头上的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看到远处闪过了一道光，那是太棒了，这火炮就是牛逼！上，杀了这群小鬼子！和上次相比，这次抗人战士人手一把3八大炮，后面还有2门92步兵炮。他这辈子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很快，敌人便被全部歼灭。傻愣着干啥？赶紧收起来，装车带走，这些都能换枪。众人立马如同拆迁队下场，疯狂拆迁，不就连车里铺的地毯都被卷起来带走。很快，一辆豪华列车就被拆了个精光。直到1天后，消息才传到大本营。自从战争开始之后，他们还没损失过这么高级的将领。陆军大臣很生气，要东乡隆盛立刻找出凶手，给国民一个交代。东乡隆盛鼻子都气歪了，心中暗骂泽田茂不是东西。人都死了，还给我找麻烦！现在开始进行为期1个月的大扫荡，给他一份作战计划，他能提前写出阵亡名单；给他一支军队，他能让军先走。如果再给他和抗联碰面的机会，那么他将开启军火交易大会。前项一放，少佐登场，他只需略微动手，就能让整个连队到达高潮。他就是大阪军团第9联队的现任连队长魏武少佐。著名参谋佐藤贤二曾经说过，他的成功从不依赖打仗，而是仅需一个照相机便足矣。怎么2天就回来了？因为我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我已歼灭抗联的主力部队。这么多，这是多少敌人？总共3886人，而且敌方的武器是藤井看管仓库时流出的那批。竟然有11个中下级军官阵亡，这该死的藤井，要不是他倒卖物资，也不会有这么多精锐战区。干得不错，我会向军部为你请功的。多谢东乡将军，不过我不损失了不少武器，这是损失清单。好了，回头按照损失去领取对应补给。果然还是演戏赚得多。此时，新横环内政瞅手里没有爆炸性新闻，看到魏武提供的素材之后，激动的双眼放光。自从3月速胜论落空，日军急需大胜来振奋士气。魏武在这个恰当的时候出现在高层的视野之中，这让他们十分开心。在他们的有意推动下，魏武的事迹被广泛传播。经过一番商讨，魏武被提拔为中佐，命令发布后，全社会欢声雷动。除此之外，军部还任命了新的大阪师团师团长山下奉文。当魏武得知他是坐专机直飞哈尔滨时，不由得忘机心叹。火堂，连队长，现在有一件事关我们身家性命的事情，交给你去做。既然阻止不了山下奉文到来，那么只能另寻办法来逃避战场。连队长，请下命令吧。听我说，去买这些东西。连队长，你认真的吗？怎么？难道你想为了那些军部老爷的野心，丢掉自己的性命？我明白了。佐藤贤二立刻出门安排，他家里还有2个孩子等着他把薪金寄回去，他不能死在这里。山下奉文抵达哈尔滨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所有军官开会。下面我宣布大北方作战计划开始，下面公布各单位作战目标。一听是作战计划，魏武便开始做笔记，准备找机会卖给苏联间谍佐格尔。山下奉文一边宣读，一边看着下面众人的表现，大部分人都是正襟危坐，但实际上已是神游天外，唯独魏武认认真真的做了足足20页笔记。
果然是朝日新闻主推的青年军官，就这份认真的劲就盖过所有人了，得找个机会提携一下这个后辈。总体计划就这样，稍后你们各自作战任务会单独下发，3天之后所有部队立刻出发。嗨，3天后，山下奉文带着师团部在城门口等候其他部队会合，但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2个小时后还是连人影都没有。山下奉文整个人都懵了，我那么大一个师团呢？走，我们去驻地看看。刚到驻地门口，一股扑鼻的恶臭宛如凝成实质，如猛兽一般将山下奉文撞倒在地。他的双眼被恶臭熏得直流眼泪，视线都模糊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进去看看！你给我进去，不然撕拉撕拉的！此时，整个连队部是臭气熏天，数千士兵提着裤子在厕所排队，不少等不及的人直接找个角落就地解决。地上到处都是黄色五谷轮回之物，还是血。当飞溅的黄泥汤洒满靴子，他差点当场去世。怎么回事？我们食物被下了泻药，连队长怀疑供应商里有反满抗日分子，现在已经去抓捕了。恶臭袭来，让副官再次遭受了一次精神攻击，当下就立刻捂着鼻子冲了出去。怎么样？是这么回事。当副官讲述清楚情况之后，远处突然响起一阵枪声。什么地方打枪？看方位应该是保安团的驻地。对上了。山下奉文将几件事串联在一起，立刻脑补出事情经过。早上，东野武的第9联队准备出征，但负责物资的保安团内藏着反满抗日分子，为阻碍出征在食物下药。机智果敢的东野武顺着线索顺藤摸瓜找到凶手，这枪声就是凶手狗急跳墙之下做出的困兽犹斗。看，立刻出发，协助东野中佐抓捕反满抗日分子。山下将军，情况怎么样？报告，保安团团长贾文奎不仅是反满抗日分子，还是俄国间谍，现已击毙。说着，魏武将一沓连夜伪造的信件交给了山下奉文。这些信件中居然能组成哈尔滨军事布防图，他顿时怒火中烧。师团长，贾家已出现3个背叛帝国之人，这简直是蛀虫窝啊！有道理，立刻去把贾家控制起来。哦，遵命。魏武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很快，魏武就轻松获得数十商铺和大笔资金。与此同时，魏武开始派人全城搜罗止泻药，但其实止泻药早在1天前就让他命人偷偷买光了。这些贾家间谍真可恶，下泻药还偷偷买走止泻药，其心可诛。那就去周边寻找止泻药，治好后立刻追上来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大本营来电，前线战场日军第23师团伤亡惨重，要求第4师团火速前往支援。山下奉文不敢怠慢，只能集结第7和第8联队先行赶往战场。看到山下奉文匆匆离去的背影，魏武心中大喜。3000病号在这，每人省个鸡腿就是一大笔物资，不趁机大捞特捞，更待何时？去买4000只鸡，给大家补补身体。嗨，后勤人员办事很快，晚上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份鸡骨架熬豆腐。但魏武给军部的账单却赫然写着每个士兵每天吃1只鸡。这种神仙日子一拖就是整整5天的时间。这期间，山下奉文像疯了一样，每天都给魏武排3封电报询问治疗进度。魏武总是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。到了第6天，山下奉文发出最后的通牒：
哪怕用卡车拉，也要把所有人拉到战场上去。魏武一看还有这好事，立刻拿着电报去后勤征调了卡车。拿到汽车后，整个第9联队都上了车，向哈尔滨城外驶去。连队长，坐上汽车，我们岂不是马上就会抵达战场？塞到司机油门下面去。于是佐藤贤二在汽车兵目瞪口呆的目光中，将罐头盒塞到了油门下方。长官，这样汽车是无法加速的。人生本来就很短暂，就不要再走捷径了。好好的开车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看了看相当于自己2个月薪资的钞票，汽车兵果断闭嘴。反正这里路况不好，就说是因为路上修了几次车就能糊弄过去了。汽车兵瞬间就在心里想好了拖延的借口。哈尔滨距离莫门坎距离约700多公里，汽车只需13小时就能开到。但是魏武的车队开了整整1天，才开了20公里。下午5点多，魏武就命令停车，全员下车做饭。长官，现在距离天黑还很早，还可以开一会儿。这车可是帝国的宝贵资产，累坏了你负责吗？让他好好的歇歇。来，坐下喝酒吃饭。这是给我的。看着喷香的熏鸡腿，汽车兵的眼泪差点流出来。在汽车连队，他这种大头兵只吃罐头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能享受到罐头以外的肉类。当然，跟着我们干，保证你天天都有这伙食。听到魏武这话，汽车兵突然希望这条旅途能更长一点，越长久越好。山下凤文的电报问我们到了哪里。回电就说我军正在日夜兼程，不日便可抵达战场。连队长，后面有部队追上来了。原来是仙台师团的那帮疯子。和大阪不同，仙台很多兵员都来自于落魄武士家庭，因此他们更加狂热，希望通过战功来恢复祖上的荣耀。在看到大阪师团后，他们便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立即跑步前进，一边发出嘲笑的声音，一边飞速超过车队，消失在远方烟尘。真是太气人了，连队长，我们要不要追上去？追上去干嘛？继续照这个速度开，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正好能吃上他们的席。半天之后，魏武接到了山下凤文的加急电文，询问他到哪里了。但魏武通过字里行间却发现，山下凤文也被仙台师团超过了。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等等，他不是比我先走了5天吗？照这么算，他走了6天，居然还没走出100公里。这简直比我还能划水！通知下去，车子继续降低速度。还要降低吗？汽车兵人都麻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要求开车的。你傻呀！如果遇到主力部队，车就这么多，到时候谁做谁不做，无论怎么安排，会有人不满。我是为了军队的和谐考虑的。我明白了，果然不愧是连队长。汽车兵瞬间恍然大悟，以3迈的速度缓缓向前驶去。半天没看到魏武的山下凤文，以每小时1分的速度发着电，不断催促着魏武每次都回复自己正在全力赶，很快就能抵达战场，但还是保持着3迈的速度，甚至还将午休时间延长到2个小时。对此，魏武表示，这是为了让士兵拥有充足的精力，以随时投入战斗。士兵们得知新规定之后，立即欢呼起来，吃完饭便躺在路边睡觉。魏武也找了个地方舒服的躺着，反正前线是日本和苏联在打，就算把狗脑子打出来了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只管摸鱼就对了。出啥事了？连队长，
已经过了午休时间，大家都在等您的命令呢。啊，几点了？下午5点了。啥？连队长，我们现在出发吗？都5点了，还走个屁！下班了，传令下去，安营扎寨做晚饭。对了，大家今天都辛苦了，每人多发半斤肉1瓶酒，外加1个鸡腿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天天这么吃，物资供应得上吗？放心，连队长带了所有人吃1个月的食物。1个月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你们明明还带了那么多弹药，根本装不了这么多物资的。什么弹药？这。当汽车兵也习惯之后，开始加入众人一起摆烂。魏武就这么带着一行人在路上慢慢磨蹭，每天就走20公里，区700公里的道路，足足走了半个多月，硬是没走完。不光如此，每个人都胖了，一个个油光满面，脸都圆润了。就在魏武准备继续逛吃的时候，一封来自姐夫村上一郎的加密电文发了过来。敌军呢？已经跑了，满铁的银行被抢超过300万，请务必追回。放心，我会把钱追回来的。我的钱我自然要拿回来。这杨总业干的还真不错。哦耶！东野连队长，本人是满铁银行行长吉田博人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吉田先生的名片还挺厚。请别致。嗨，发现抢劫银行的凶犯之后，一定要将其干掉，这样我就能平账了。嘿。好说。话说贵行损失了多少钱？整3亿元。6。300万，想要吗？准备好武器和粮食吧，这次我要大采购。原来杨哥还是散财童子啊！另一边，山下奉文在回来后连夜递交请愿书。大本营研究了一下，将他调往东南亚。至于第4师团，则调到华东进行适应性训练，等待新的部署人。部部的应付条件，军衔提升1档，职位暂时不变，等有空闲位置师傅再另行。居然要调防华东，那就一次性都给老娘一点东西好。佐藤，去把咱们能动用的物资都整理一下，准备拿出去调配成轻巧的物品，帮帝国节省运力。很快，佐藤就弄出了一份清单：步枪3955把，轻机枪122挺，重机枪55挺，步兵炮12门。怎么这么多武器？之前不是有一场洛门坎战役吗？战损爆表掺了点水分。你把这个叫掺点水分？这已经不是掺水了，这是水里掺了爆表。要是一般人敢这么做爆表，那第2天开戏了。谁让他有个管后勤的姐夫呢？很快，在让杨广业意外捡到武器和哈尔滨布防图后，魏武也带着意外捡到的无数箱大洋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叉。这就是甲苯石头吗？果然不愧是精锐之师，这才是帝国的支柱。自己携带海量弹药，作战必然勇猛。第4师团来了，华东就有希望了。然而，这些士兵扛的其实是土特产。在转移前，魏武特意让他们自己收购特产，带到上海贩卖。没有本钱的士兵，魏武甚至还帮忙代换。这里可是中国的交易中心，只要有好货，就绝对不愁卖。大家好好休息，我出去替大家看看市场环境。
魏武逛了2圈后，发现自己首先需要弄上几家店面。就在他带人四处转悠，想看看有没有正在出租的店面时，几个穿着黑色灯笼衣裤、挎着盒子炮的特务盯上了他们。张三哥，你看这几个人是不是有问题？手指关节处有老茧，是拿过枪的，也不穿军装，这该不会是……自从日军占领上海之后，军统行动队杀了不少日本人和汉奸。对付军统行动队，日本人不光动用了自己的间谍机关，还用大批汉奸组建了特务组织76号，专门用来对付军统。而这群特务主要任务就是在街上巡逻，搜索可疑人员。活该咱们几个发财，碰上几条生鱼，肯定是军统派来的生瓜蛋子。弟兄们，上！抓住了，奖金平分。连队长，有人上来了。一群狗而已，不用担心。你们干什么的？把良民证拿出来，接受检查。快拿出来！你确定找我要良民证？废什么话？让你拿你就拿，再啰嗦老子一枪崩了你！给你了。我特么！正当他准备将他抓进76号，让对方好好吃吃苦头时，他看到了证件上的字迹。